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主人与仆人。读书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何滑翔翼本身呢没有动力，却能够飞得又高又远？为何老鹰只是张开翅膀，也没什么震动，却能在天空中盘旋那么久？为什么？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哦。原来滑翔翼在空中飞翔只靠着轻轻操作两个翅膀，就能平稳的四处飞行，因为它是利用周围大自然的气流跟风力来让自己呢上升或下降当气流跟风力减弱的时候呢，它只要呢轻轻的移动翅膀变换一下角度，照样能够平衡继续的飞下去。那老鹰在天空它能够不慌不忙的自在的飞翔道理跟滑翔翼是一样的。滑翔翼跟老鹰在天空飞翔天空翱翔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打拼一样道理是一样的。有时呢处在顺境，有时处在逆境，有时候是晴空万里，有时候是乌云密布有时候呢则暗藏着一股乱流在天空中所以滑翔翼跟老鹰面对不稳定的气流跟风力的时候呢，它不用慌张，也不必用力，它只要轻轻摆动翅膀，调整方向跟角度就好尽管呢这个环境的变幻无穷依然能够平稳的起飞跟降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呢，也是通。人生旅途想要走得平顺无碍，可以参考学习老鹰跟滑翔翼的道理，懂得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变迁的环境中呢，如何来调试自我这种自我调试的生活艺术，其实就是身心健康的秘诀。调试的好，那就是懂得主宰自己的主人。人生有时候呢，我们是扮演主人有时候是扮演仆人其实呢，主人就是演主角了，仆人就是演配角。所以要谈主人跟仆人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主角跟配角。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出舞台戏，每一个人呢就是这一出舞台戏的主角，而剧本都是自己前世写好的，早已写好的，演了什么样，写了什么样的剧本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演出什么样子的剧情。有时候演喜剧，有时候演悲剧。那寿命长的人呢，连续剧的集数就多一点那寿命短的人呢，集数就少一点任何人呢，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就不能拒演，要一直演到有一天呢，我们要走了那就是曲终人散了。谢谢收看虽然我们是自己人生剧本的主角，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别人的舞台剧里面呢担任配角，客串演出那不管剧本好或坏，即使很难演，也是要演不演还不行。因为业力的互相牵引互相捆绑，由不得你这个叫做共业了。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好用心演好，就是继续为来生呢写另一出好的剧本那剧本不好呢，更要靠演技把它演得丝丝入扣，即使是悲情的剧本，也可以把它演得扣人心弦，赚人眼泪这样也是会博得满堂喝彩叫好又叫座那这样就是活得很自在，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所以呢，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就要演什么像什么就是要学习在不同的阶段呢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白天是公司的董事长，那晚上回家还是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
那白天即使是统帅千军的将领啊，晚上回到家还是要扮演一人之下的角色啊。如果董事长回到家继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而这个将军回到家还继续扮演操兵的角色，那这种剧情肯定很难看下去啊。这个叫做歹戏拖棚啊，台语叫做拍戏拖棚，什么意思啊？这形容一出戏很难看的戏嘛，一直拖戏不结束，无法落幕，让观众呢看得很厌烦。那这是在比喻了比喻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当事人呢却不赶快把它了结，还是在那边拖拖拉拉令人难以忍受啊。歹戏拖棚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以上讲的是主角跟配角的互动关系啊，现在来讲主人跟仆人啊，道理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成为自己生命的导航师啊，则我们就要扮演生活的主人，而不是生活的奴隶。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是一个很好的奴隶，也就是仆人呐。那不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会变成钱的奴隶，变成钱的仆人扮演生命的主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那扮演生命的仆人呢，那就是被命运操纵自己做不了主生命中呢，有时候要扮演服务他人、配合他人的仆人，有时候就要懂得扮演自己生命的主人。这就是证言上人讲的一句话：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这一句开示有很深的道理值得我们静静的深入体会他是强调一个人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原则跟立场，要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这个就是不能没有自己。那扮演主人就是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嘛。那扮演仆人呢，扮演奴隶呢就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因为必须任人使唤由不得自己嘛。飞机在天上飞它必须有自动导航的设备才不会偏离航向偏离航道那导航器虽然能够把飞机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机师来操作也不行同理，佛法再好，如果没有经过正法熏陶的佛弟子把它化为实践那也是不行以人体来做譬喻心灵就是主人身体就是仆人。说到这个照顾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能干也很有效率我们每天要洗澡净身每一次出门还要让身体穿得漂亮穿得整洁的衣服到了晚上我们会让身体好好休息因为身体如果没有好好休息，我们就无法为生活奋斗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看医生打针吃药当身体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赶紧去找东西吃填饱肚子我们还要用营养的食物来喂身体。除了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让身体运动，让身体保持健康。我们还会去散步健走甚至上健身房锻炼身体因为如果身体不锻炼不走路运动的话呢，我们的双脚会萎缩，没有力量所以呢，说起照顾这个身体呢，大家都很能干也很有效率但是问题是心灵呢？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在保健身体，但心灵的保健呢就不太在意其实这个也算是人性的弱点之一有一句话说了，仁者心之器意思是说人体呢是由心在掌控的一部机器，所以才说心是主人身体呢是仆人如果这个仆人很年轻，有朝气，又精力充沛，但他却有一个无能又不知所措的主人那这样势必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主人必须有能力指挥仆人即使这个仆人是软弱无精打采的，只要这个主人是很有效率、很有睿智的话呢，那这个家庭这家庭就指我们身体这个人
就会井然有序了。心灵跟身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庭。那如果说内在的家庭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这个心杂乱无章了，我们就很难期待外在的家庭也就是这个身能够有条不紊很难呐。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要顺畅的运作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主人呢，就是这个心呢，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或巅峰状态才有办法。身不由己呢，就是身体无法让心灵主宰，这个身无法让这个心来掌控就好像舞狮表演的时候这个狮尾无法配合狮头的主导或者这个狮头无法有效带动这个狮尾的话呢，那这个舞狮呢起来呢就会乱成一团不太和谐了。那身心由己就是心灵能有效主宰身体，而让这个主人跟这个仆人呢彼此合作愉快，很速配那这个就要指挥官这个心要时时保持很冷静、很平静，不会心烦气躁才可以所以作为主人的这个心能够保持平静跟冷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心灵不平静，就会有波浪，会有喜好跟厌恶的波浪，而这些波浪会阻碍我们看清事情的视线心灵必须平静无波浮现的影像呢才会清晰。这个就好像说海边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到水底清澈的那个景象嘛。相反的，如果海面是波涛汹涌海浪滔滔不要说要看清水底的景色了我们根本都不敢靠近，太危险了所以唯有让心灵保持平静与安详我们的心灵才会找到归宿。上次我们讲到嘛，平静、安详、宁静、喜悦那这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嘛。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嘛，心灵的家所以唯有让心灵成为主人我们才会有能力以真心去深达实相，去透彻实相的意思啦进而呢彻悟真相那全然主宰我们这个六识不被六尘所蛊惑了。这个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来蛊惑我们的六识的意思的那主人要指挥仆人去做很多事情，如果换成仆人去指挥主人做事情，那这样主人反而被仆人牵制住了嘛，这就是颠倒这种现象就是佛法所说的执妄为真意思就是说把虚妄不对的当成是对的，把虚妄不真实的当成是真实的这样就是被蒙蔽了所以主仆不能颠倒，角色不能够颠倒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外境所动摇，也就是碰到好事或者顺境不要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也不要去攀援它。那碰到坏事跟逆境呢，也不必悲观丧志也不要痛不欲生。能做到这样呢，就是主人控制的仆人你当生命的主人，你不会六神无主的意思了。那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舍妄取真意思就是说舍弃虚妄不真实的，你才能够洞察真相叫舍妄取真所以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真心跟妄心是一体两面，同是一心，本是同根生的意思啦。所以才说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这样好像很难懂不过讲一句话大家就懂了，就是海水跟波浪真心就是海水常住不变，永远都是水。妄心如波浪，起伏无常，有时候大浪，有时候小浪
不一样，变化无穷啊。所以事情意思就是说，事情做过之后呢，就把它当作没做过一样，也就是前脚走后脚放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做过之后，过去的都已经成为虚妄了，不重要了啊。眼前的比较重要啊，未来的比较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向前看的意思了哈。那这样就是什么？用真心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呐！啊，那执妄为真是落入事相，去妄归真是正入实相。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哦，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啦，大家一听就懂了。啊，就好像刚刚讲的水跟波的关系啦。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啊，浪花就是水，水就是浪花啊。无水就不能起波，无风就不能起浪。没有水怎么会有水波跟浪花呢？没有风，那枯叶怎么会飞起来呢？所以看到水波跟浪花，就要想到那个是假象，一个形象而已。其实它们都是水。看到枯叶飞起来，也要马上知道说这是假象，要想到那个是风的关系啊。假象就是刚刚讲的虚妄，就是妄的意思嘛。那实相跟主体是什么？就是水嘛。它的主体就是水还是风啊？再举个例子，大家也是很容易懂。天上的云，你看是一只狗，他看是一只狮子，我看好像一幅水彩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跟妄性去分别它啊，才会有不同的解读嘛。其实呢，不管它是怎么千变万化，也不管每个人怎么解读，它的实相，也就是那个主体永远不变的，它的主体还是云嘛，只是不同形象的云而已嘛。所以看它像一只狗或一只狮子，这个是妄心，你妄心去分别了，马上要想到。其实这个都是云呐，这样就是真心。无妄不起真，无真不起妄。这样一听这句话，我们就懂了嘛。用这个例子来了解，我们就懂了嘛。明心见性4个字听起来也很深，哇，好像这个学佛的境界啊很高深哦。什么叫明心见性呢？听起来很深很难懂啊。可是呢，见到波就知道那是水，看到天上有一幅水彩画。就知道那只是云啊，这样呢，见物就见性，见人也见性，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看到这个人不是看他的表象，不是看他的言语而已，看他内在的心念看到门道就是明心见性的啊。那这样来举性，这样来解释呢，大家都明白正心跟妄心的道理了嘛？对。好，那我们把这个道理再延伸如果你是心存真心，你就是能主宰自己的主人啊，就会把别人说的是非当作教育，这样就是去妄归真了。这样你懂，叫做去妄归真。如果你是心存妄心，你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样就是仆人啊，就会把别人的是非呢当作烦恼，把虚妄的事情呢当作真的一样呢，在自寻烦恼啊。这样就是执妄为真啊，执着在这个虚妄的东西，把它当作真的一样这一段是讲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人言可畏是仆人人言可贵是主人。先听一句顺口溜了，人言可畏是仆人，善用仆人做贵人贵人一旦被掌控，人言可贵是主人所以人言可畏也是好事一桩因为把人言可畏当作仆人一样，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利用他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样就是妄心转真心就是舍妄归真、去妄归真的意思啦。这样一转化
人言可畏就变成人言可贵这样的道理呢，同样的道理人家以假乱真，我们就借假修真；人家危言耸听，我们就妄言妄听。妄言妄听的意思是什么？妄言就是说的人随便说说，叫做妄言呐。妄听就是我们听的人随便听听就好了，不要认真啦，不要放在心上啦，叫做听而不闻呐。人家给你臭脸色看，看看就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做视而不见呐。这种闻而不闻，见而不见，也是不简单的功夫能让我们的耳根跟眼根呢保持清净因为别人要怎么说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来对治它这是我们随时要自我关照的功课同理面对社会上或人群中的风风雨雨我们要懂得如何把佛法用佛法来转化它，变为心灵的春风化雨风风雨雨把它化成春风化雨，这样叫做妙用逆境活用佛法，也叫做刚刚前面讲的去妄归真或者舍妄归真也可以能这样把妄心转为真心才能够把讨厌的境界看得很欢喜，把烦恼的境界看得很感恩。一念心转，万境转，这道理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不被环境左右，而能以心去转境，这样就是主人掌控仆人。那心境被环境牵引，而心随境转这样就是主人呢掌控我们仆人这种主仆关系要把它透彻了解。所以呢，主人跟仆人的角色互换不只是要清楚明白而且转换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要快？转换速度快，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会短；转换的速度慢呢，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变得很长。就像国际漫游的手机到了不同的国度呢，它会自动切换频道一样嘛。我们也不必太注意，一切都是转换自然，运作自如，一样的道理。佛说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烦恼的烦。所以才说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改变自己的心境。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在这个变化多端、充满变数的后疫情时代有2个求生的功夫一定要具备这也是我深深的体会第一个，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个叫做适应性。第二个，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那个叫做灵活性。适应性跟灵活性都具备了，才有办法以心境去掌控环境。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全智是实质的仆从。短短几个字呢，言简意赅全智就是声闻缘觉小圣的意思的智慧啦，是仆人仆从上人讲仆从。那实质呢，就是菩萨道大圣的智慧是主人。那舍利佛跟文殊师利菩萨呢，都是智慧第一嘛。但舍利佛是声闻界的智慧第一，小圣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这是大圣一个是独善其身的小圣，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大圣，一个是还未成佛，一个是成佛后成愿再来的，倒驾慈航再来的。所以舍利佛就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实智，两个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就是学佛到最后呢，还是要有方便走入真实有中门走入法脉的意思有人群中再走入经藏中一样道理那方便
只是过程啊，真实才是目标啊。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中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中门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那其实用4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开权显示了，开方便门，示真实相的意思啦。以前我们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不倒翁，我记得分享过2次那其实解释的重点又不一样了，上次讲跟这次讲不一样。那这个一个人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不论顺逆起伏，都能够很自在，如自在，也不被外境所束缚，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条件了。我们可以自我评估一下，自我验收一下，我们是不是具有不倒翁的这种条件呢？那不倒翁就是什么？绝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别人如何摆弄他，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别人实力把他推倒，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他总是随着别人的玩弄，前后左右轻松摇摆，但始终不会跌倒。不倒翁呢，他懂得遇逆境随境而安，处之泰然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对吧？你去推那个不倒翁，他不用靠你帮助你一放手他就起来了，所以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可以自己靠自己，他自己可以处理自己。所以你把他推倒，他还是默然则安他静静的，他又恢复原状，你马上又站立起来了，再继续面对下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倒翁的精神，因为不倒翁就是事事做得了主的主人，他自己掌控自己叫做主人嘛。其实做事事做得了主的人能够事事做得了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这2个是挂在一起的。10年前的你是谁不重要，1年前的你是谁也不重要，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是谁，重要的是你今天的你才重要，因为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有没有我活着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一个人如果常常在回忆过去，想象未来，或计较过去，担心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了。活在当下才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才是真正的活着。所以如果经常活在过去，活在未来这样就是做生命的仆人做生命的奴隶因为你身心不由己自己无法主宰自己所以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去回忆或计较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不去想象跟担心，这样就是活在当下了，也是做自己的主人。其实呢，人生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的你是谁不重要，重要是你跟谁在一起跟善知识在一起，你会找到心灵的桃花源学到很多的智慧跟恶知识在一起，你会碰到危机重重，险象环生跟苍蝇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厕所跟粪便嘛。跟蜜蜂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花朵跟蜂蜜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简单就看他身边是交了哪些朋友，因为物以类聚嘛。正言上人有一句开示说得很好上人说很会到处结好缘，虽然也是好事，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是物以类聚跟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益友跟损友也是要有智慧去分辨跟选择同理浑水跟法水也是一样也要懂得分辨有一句顺口溜千万不要法水不淌浑水，浑水如果可以变法水，那就可以善巧淌浑水；浑水如果无法变法水，
我们就要宁动千江水，切莫自己跑去淌浑水。这句话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哦。有一句近似语说：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不用怕身体有承担最怕的是心里有负担，有心无力或力不从心呢，都叫做身不由己嘛。身不由己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只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嘛。无奈的被各种境界牵着鼻子走一般人常常会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那是指被所处的环境羁绊，造成心有牵挂，捆绑一起加上呢杂念跟贪念都很多，所以身心都被时间跟物欲呢所绑架，这样就变成生活的奴隶我们生活中就很多生活的奴隶以前我们也是生活的奴隶被时间跟物欲绑架了。然而，如果能透彻人生，学习断舍离而放下，则任何事就能自由自在的自主，也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两个是不同的意境，一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两个不一样日常生活中人事境界是变幻无穷而扰乱人心所以如何能够静乱，环境很乱，心静不乱如何能够静乱心不乱这个叫在生活中呢，随时边做边学，边走边调整，随时调整好方向跟脚步并随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这样才不会因人因事乱了心心一乱，就是主人已经先乱了，主人都乱了，这个身体这个仆人不乱也难也是跟着乱。所以如果仆人再怎么能干但却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主人这样也是没有用所以方法就是理念，方向就是目标不偏差的理念，加上不偏离不漂移的目标，再经过心灵这个主人冷静的运筹帷幄的话呢，这样我们忙碌的结果呢才会有所保障才不会空忙一场，才不会说身忙心也忙身累心也累，身动心也动身心如果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而无法静下来生活就很难清安异动的心很难平复意思是这样子嘛？那这种身心不清安也是一种苦这就好像说池水要能够静下来才会清澈也才能够看到池底的美丽风光嘛。乱风也要能够静下来，才不会动荡不安嘛，也才能安详嘛。人也是一样要能够静下来，杂念自然沉淀，净念自当现前清净的净这个就是净思的作用净思净摄，净思堂那个净思的作用随时都可以静思，随时都可以静坐，不必刻意选择环境，因为环境只是仆人而已，操之在我的是自己的心境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一般人不是动得太多，就是静得太少不是想得太多，就是做得太少，动静失调造成了动则乱，静则妄动跟静都不对劲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做起事来嘛有气无力要静下来嘛书欲静而风不止，心欲静而念不止为什么念不止那追求名利地位追求物欲追求享受，不是说物欲跟享受就不好啦不要过度不要过头，适可而止的意思了所以人在追逐名利跟地位，跟猎人在追逐猎物有相似之处有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权力在追逐
猎物的猎人，有时候呢，却又像一个被猎人追逐的猎物。我们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猎人。这个时候呢，困难变成被我们收拾的猎物啊。那我们被困难克服的时候呢，困难变成猎人啊，那我们就成为什么？被困难折腾的猎物啊，很辛苦啊。人在追逐人生的目标啊，就像猎人在追逐在狩猎的目标一样啊。如果能把追逐的过程当作一种体验跟享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坦然面对结果的得失，也才不会将顺利得失看得很重。我们因为放下的功夫学习的不够啊，常常把那个不该提起的事情呢，重重的把它提起，而成为身上的包袱啊。得失心太重，会产生执着跟计较，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呢，很容易产生患得患失的心理，这个就是苦缘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啊。因此呢，唯有将每一个过程当作目标，也将每一个目标当作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才不会执着在有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结果而苦恼。所以总而言之，目标是人生的过程，过程却是人生的目标。这样就是宏观的视野跟思维。也就是说，过程用心，结果随缘。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有责任但是没有压力，有压力就烦恼了，有责任只是使命感而已，对，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过程中的学习与成长啊，过程中的学习跟成长啊，大大胜过了结果所带来的收获。这就是在过程中提前完成了目标的实践，这样才不会将心思放在有形的結果之上，也才不会因为太重视结果而衍生出烦恼。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猎人如果一味的在追逐猎物，就很难去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啊。同理呢，人们在狂热追求财色名食睡五欲跟色声香味触法这个6层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浏览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因为静不下来啊。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呢，有时候很需要偶尔停下急促的脚步，让自己的心灵呢沉淀下来，让自己的身心宽敞舒畅一下，将原本放在目标上的视线转移到自己身边的一花一草，将原本只顾私情小爱的那种心态呢，转化成为付出与关怀的大爱，并把它投注在自己身边的有情众生上面呢，周遭的亲朋好友这些这些人们的身上了。要怎么做？具体的方法就是来做志工，这样我们做下去了，我们就有机会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去体会我们身旁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跟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中煮山河这种生命的内涵跟意境啊。所以人生有时候有些事情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啊，因为欲速则不达了。一个只重狩猎结果的猎人呢，只有在狩猎到猎物的时候呢，他才会感到喜悦。而在漫长狩猎的过程中呢，他却是时时刻刻充满着紧张、骄傲跟不安，因为他目标放在结果上面了。其实呢，我们不只经常在扮演精神紧绷的猎人也常常是疲于奔命的猎物。越是狂奔挣扎呢，越是难以脱困呢，甚至是越陷越深就好像那个溺水的人越是紧张挣扎呢，越是往下沉沦最终灭顶就好像是玩滑翔翼一样嘛，碰到乱流越是乱扯双翼越是危机重重困兽之斗跟蟒蛇缠身这种苦就是在形容被猎人穷追不舍
而惊慌失措的猎物，由于无法冷静下来，所以没有办法看清情势，以致失去了方向，在不同的陷阱中呢乱窜，最后还是落入猎人所设的这个陷阱之中啊！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啦。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生命就好像一张大罗网，我们就像是网中鸟，我们每天在网中尽力飞翔啊，就要懂得选择良伴益友啊，彼此互为善知识，彼此关照啊，互相成就啊，才能飞得越高越远啊！唯有飞得又高又远呢，才能飞离猎人的视线啊，才不会被猎人追逐啊，而让自己呢平安吉祥啊！主人也好，主人与仆人也好，主角与配角也好，心灵跟身体也好，真心跟妄心也好，环境跟心境也好，猎人跟猎物也好，这些都是从譬喻中来提醒我们，生命不会在过去中进行了，因为那只是记忆了；生命也还没有在未来中发生了，因为那还在计划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当下，现在。今天呢，只要能够把握住每一个当下，并把握住每一个因缘，同时也能用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则不论扮演主人或仆人，都会是扮演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这个主人与仆人呢，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啊！感恩大家的精进如常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